各位喜欢看剧、热爱磕 CP 的小伙伴们，大家好！今天我们要聊的是近期在短剧与电视剧圈子里让无数观众直呼太上头的一对宝藏组合——王浩真与翟依莹。说真的，最初把这两个人组合在一起的选角导演或制片人，绝对是个不折不扣的审美天才。一个成熟稳重，眼神深情；一个灵动娇俏，气质清甜。虽然两人在实际年龄上有着9岁的年龄差，但在镜头前那种严丝合缝的适配感与火花四溅的化学反应，不仅完全打破了年龄的界限，反而赋予了角色一种更加迷人、更具层次感的情感拉扯。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他们共同打造的光影世界，去细细品味这份一次相逢是心动，二度合作是宿命的极致美好。在很多影视作品中，年龄差往往是一把双刃剑。如果演员之间的气场不搭，很容易显得生硬甚至尴尬，但如果遇到了对的人，年龄差就会变成最强烈的化学反应剂。王浩真与翟依莹的搭档就是后者的绝佳范例。王浩真身上自带一种岁月沉淀后的稳重与包容感，他的眼神深邃，表演风格细腻且富有张力，能够非常精准地驾驭那些外表冷峻、内心深情的角色。而翟依莹则散发着一种天然的灵动与纯粹，她的表演真实自然，无论是委屈时的眼眶含泪，还是开心时的嫣然一笑，都极具感染力。当30+的成熟内敛撞上20+的灵动热烈，这种一动一静、一沉一浮的气场互补，构成了他们组合最核心的魅力。王浩真的收与翟依莹的放，在镜头前达到了完美的平衡。他能撑得住他的娇嗔与热烈，他也能接得住他的深情与克制。这种天然的适配感，并非依靠夸张的肢体语言去硬贴，而是源于两人气场上的高度契合。任何一对让人上头的 CP， 最初的起点都离不开心动2字。在他们的第一次合作中，许多观众就已经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两个演员之间非同寻常的默契。在第一部作品里，故事给他们设定了充满戏剧冲突的人物关系。初次的相逢或许伴随着误会、试探或是身份的悬殊，但正是这种带有距离感的拉扯，最能检验演员之间的对手戏功底。王浩真在这部剧中的表现堪称眼神戏教科书。他看翟依莹的眼神总是带着一种克制却又隐藏不住的情绪，那种想触碰又收回的手，微不可察的嘴角上扬，将角色的内心情感展现得淋漓尽致。而翟依莹的表现也同样出彩，她并没有将角色演成单薄的附庸，而是在与王浩真的对戏中展现出了角色的独立与坚韧。两人同框时，甚至不需要过多的台词堆砌，光是站在一起的站姿、眼神交汇时的停顿，以及空气中弥漫的暧昧氛围，就足以让屏幕前的观众屏息凝神。这种第一次相遇所带来的悸动感，为后续的合作埋下了极其惊艳的伏笔。如果说一次合作是偶然的经验，那么第二次合作，也就是大家俗称的二搭，则是命中注定的宿命感。在第二部剧集里，王浩真和翟依莹带着第一部积累的信任与默契，迎来了更为复杂、更为深沉的情感课题。经过了上一次的磨合，二人在二搭中的表现明显更加游刃有余。那些原本需要提前沟通的动作走位和情感递进，在这次合作中变得如同本能般自然。二搭的剧情往往承载着观众更高的期待，而他们完全没有让人失望。在这部作品中，情感的递进不再是简单的霸道与甜宠，而是融入了更多关于成长、守护与相互救赎的深层主题。王浩真在处理深情戏份时，多了一份势在必得的坚定，而翟依莹在回应情感时，也展现出了更多的细腻与深情。
无论是暗流涌动的情感对峙，还是温馨治愈的日常相处，两人的每一个互动都显得那么恰到好处。这种经过时间与作品沉淀出来的二搭默契，让无数观众在追剧的过程中彻底沦陷，纷纷感叹，这就是真正的宿命感。为什么王浩真和翟依莹的同框总是能够引发观众如此强烈的共鸣？答案在于4个字：恰到好处。在当下的影视作品中，过度工业化的澡堂往往会让观众感到审美疲劳，无意义的壁咚，夸张的摔倒亲吻，不仅缺乏真实感，反而显得刻意。而王浩真与翟依莹的同框糖点，全部来源于真实的人物逻辑与自然的表演细节。体型差与视觉美感，两人在身高和体型上的搭配极具视觉冲击力，无论是拥抱时的包裹感，还是牵手时的反差感，都完美契合了大众对于唯美画面的想象。真诚的表演态度，两位演员都非常尊重角色与剧本。在镜头前，他们全身心地投入到角色的情感世界中，用真诚的表演去感染观众，而不是为了炒作 CP 而机械地完成动作。情感的递进与留白，他们的同框戏份既有强烈的情感爆发，也有细腻的情感留白。那种眼神里的余音绕梁，让观众有了无尽的遐想空间。正是这种尊重艺术、尊重观众的创作态度，才让每一个同框画面都充满了高级感，让观众能够发自内心地感到美好与治愈。作为理性的观剧者，我们之所以如此喜欢这对组合，不仅是因为他们在戏里的精彩表现，更是因为他们在戏外展现出的专业素养与职业态度。在镜头前，他们是彼此最默契的搭档，用精湛的演技为观众呈现出动人的爱情故事。在镜头外，他们是优秀的演员，各自在演艺道路上不断探索、突破自我。这种戏里极致投入，戏外清醒敬业的态度，才是让这份 CP 感能够持久、散发魅力的根本原因。从第1部剧的心动试探，到第2部剧的默契重逢，王浩真与翟依莹用2部作品证明了好的角色搭配可以超越年龄的限制，好的演员组合可以赋予作品无限的生命力。把它们组合在一起，确实是影视创作中的一次神来之笔。希望在未来，这2位优秀的演员能够继续保持这份对表演的热爱，在各自的演艺事业上熠熠生辉，也期待着他们未来能有机会带给我们更多精彩的作品与惊喜。好了，今天的影视深度解析与角色分享到这里就要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能够耐心地看到最后。如果你也喜欢王浩真和翟依莹的精彩演绎，或者对他们的2部合作剧集有什么独特的看法与感受，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大家一起交流讨论。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请不要忘记点赞、关注并开启小铃铛，您的支持是我持续创作高质量内容的动力。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祝大家观影愉快，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